老舍，郑弘其子弟，北平第一毒怪，自称是清朝最后一个临时工，放任快饿死的妻儿不管，在重庆出轨秘书赵青阁，并公开同居。同时，他又是冠以人民艺术家殊荣的文学家。如此割裂的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一个视频给你理清楚。先说清楚老舍的文学地位是怎么来的。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全职写小说。他花了半年多时间跟北京的人力车夫聊天，摸清了三起三落的门道，然后写出来一个叫《祥子》的车夫。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把城市底层人当主角来写的长篇小说。但真正让老舍封神的是这本书的海外战记。1945年，美国人伊文金擅自翻译了《骆驼祥子》，在美国出版，卖了近100万册。一本书能让美国人掏钱买，熬夜看，这事儿搁今天都算牛逼，更别说在那个中国化没有国际地位的年代了。骆驼祥子成了第一部真正进入欧美大众阅读视野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老舍的名字就这么被硬生生抬上了国际文坛。但就这么一位国际文坛巨匠，私底下干的事那是一点都不体面。老舍这人好赌，并且逢赌必输，谁没钱了找他打牌准能回血。京城麻将界最大的慈善家，长期通宵打麻将加抽烟，23岁大病一场，属于人财两空型选手。这还不止，再说个更炸裂的。老舍1931年跟胡洁清结婚，生了3个孩子，本来日子过得还行。但1937年抗战爆发，济南沦陷前，老舍做了个决定，抛下妻儿，只身南下，去武汉、重庆搞抗战文艺工作。他老婆胡洁清没办法，只能带着3个孩子回北平娘家，一边照顾老舍病重的母亲，一边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讨生活。就在他老婆在北平快饿死的时候，老舍在重庆干嘛呢？1938年，他认识了女作家赵青阁，两人在重庆文艺圈里频繁合作，合作着就合作到一块儿去了。两人在重庆比邻而居，发展到公开同居。1942年，老舍母亲去世。1943年秋天，胡洁清实在撑不住了，带着3个孩子，冒着炮火穿越封锁线，千里迢迢从北平跑到重庆找老舍。结果到了重庆才发现，老公已经跟别人同居了。赵青阁不想背上小三的骂名，主动离开了重庆，去了上海。你猜老舍怎么着？他没老老实实跟老婆过日子，而是抛下刚团聚的妻儿，追到上海去找赵青阁。胡洁清又带着孩子追到上海，老舍这才被迫回了头。一个写尽了底层人苦难的作家，自己家里上演的戏码比小说还狗血。这事放今天，热搜能挂3天。但是同一时期的老舍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坐守文协会所，差点被炸死。1938年起，他主持文协工作7年，组稿、筹款、协调派系，营救被捕作家。没有他上下奔走，这个组织维持不到抗战结束。要说老舍在抗战期间干的最大的一件事，还是写了《四世同堂》。1943年，胡洁清带着孩子从北平逃到重庆，给老舍带来了北平沦陷后的第一手消息。老舍以此为素材，1944年开始动笔写一部长篇小说，全书100多万字，以小羊圈胡同齐家为中心，写了北平沦陷8年各色市民的挣扎与觉醒，出场人物近100个。这部书后来被译成英文，结译本输出海外，成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民间抗战的一个窗口。一个在私生活上抛妻弃子的人，却在民族叙事上写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底库。再说一件最能体现老舍人格的事儿，骆驼祥子在美国火了之后，译者伊文金擅自把悲剧结尾改成了大团圆，祥子不仅没死，还加入了革命队伍。老舍气得不行，直接起诉，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最后打赢了官司，让出版社回收修改版。在那个弱国外交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作家跨国维权是不是牛而逼之？另外说个冷知识，1962年老舍还接了个活儿，是给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润色修改。有朋友问他最近在写什么，他幽默地说，最近在当奴才，给皇帝润色稿子。大清都亡了几十年了，还在给末代皇帝打工，惨过当太监。那么大家说说，如果把老舍放今天，就他这好赌加出轨的习惯，还能不能当上人民艺术家呢？